西方兵推模拟一艘055大驱一次性齐射24枚鹰击导弹，能对一支美军航母战斗群形成饱和式打击。24枚导弹从不同方向、不同高度，以10马赫速度俯冲。美军宙斯盾系统最多同时拦截12枚亚音速导弹，面对24枚1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，拦截率几乎为0。有人问我，航母时代是不是要结束？我没有急着回答，因为这种问题就像问太阳会不会落山。你说它不会吧，它每天都落；你说它会吧，它明天还会升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结束，而是谁在接管规则。最近西太平洋很热闹，几家人，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凑在一起搞军演，阵仗很大，口号很响，动作也很统一，围堵、封锁、压制。说白了就一句话，想在中国门口练习怎么对付中国。这种事情以前也有，区别在于以前是别人演我们看，现在是别人演我们也动。欢迎来到老李，我是大张。就在最近，美日菲澳7国联军凑在咱们家门口，又是军演又是摆拍，恨不得把围堵中国4个字焊在军舰甲板上。结果呢，咱们直接接一手贴脸开大。外媒实锤，中国海军107编队055万吨大驱，当着美日菲联军的面，在吕宋岛以东海域试射了鹰击系列高超音速反舰导弹。这事儿有多炸裂？打个比方，别人在你家门口舞刀弄枪，耀武扬威，你直接掏出一把能在千里之外取人首级的绝世神器，当着所有的面嗖的就射出去，就告诉对方，你在我的地盘得听我的，你的航母都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。西方军事专家看完直接破防。中国这一发导弹不是在试射，是在给百年海战规则判死刑。今天咱们扒一扒鹰击导弹到底有多恐怖，055大驱为何是海上杀神，第一岛链的旧规则又是怎么被咱们彻底撕碎。看到最后你会明白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什么叫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。要搞懂这场变革，咱们先看清一个核心痛点。过去100年，海洋规则是谁定的？答案就是美国航母战斗群。从二战到现在，美国靠着11艘核动力航母，在全球4大洋横行霸道。一艘航母带几十架舰载机，作战半径800至1000公里，搭配护航驱逐舰、核潜艇，形成移动海上堡垒。你敢不服，我就开到你家门口，舰载机起飞，直接威慑。这就是西方的航母霸权逻辑。航母等于制海权，等于话语权，等于规则制定权。在过去几十年，咱们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，哪个不是被美国航母压着打？第一岛链更是被美国打造成封锁中国的铁链。美军航母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嚣张至极。但现在痛点来了，这套航母至上的旧逻辑在高超音速导弹面前彻底失效。孙子兵法有语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战争的核心从来不是谁的武器更大，而是谁能打破对方的优势。西方靠航母玩了100年的远距威慑，咱们直接用更快、更远、更狠的高超音速导弹玩起了降维反制。就像古代武士拿着长剑遇到了现代狙击手，你剑再长能有子弹快？你铠甲再硬能挡得住穿甲弹？西方海军现在的焦虑比当年八旗兵面对洋枪洋炮还绝望。以前靠航母能横着走，现在呢，只要靠近第一岛链就成了活靶子。这不是升级对抗，是直接掀桌子，规则重写。很多人看武器只看速度多少，射程多远，太浅了。今天咱们换个视角，拆解鹰击系列导弹的反杀逻辑。反常识一速度不是越快越好，鹰击6至10马赫，刚好卡在死神阈值。道德经讲物极必反，过刚易折。很多人以为导弹速度越快越厉害，其实不然，太快了导弹会失控，容易被预判；太慢了拦得住。鹰击导弹的速度精准卡在巡航6马赫，末端8至10马赫，换算下来每秒飞2至2.7公里，10分钟就能打1500公里。这个速度刚好是现有防空系统的死亡盲区。美军宙斯盾雷达发现目标后需要3至5秒测算弹道，鹰击导弹末端10马赫，3秒能飞8公里，雷达刚看到导弹已经到头顶。孙子兵法曰：兵贵胜不贵久，
鹰击的速度不是盲目追求极限，而是精准拿捏，快到你反应不过来的临界点。这才是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的顶级智慧。反常识二，射程不是越远越好。1500公里刚好卡脖子美军航母。很多人吹射程上万公里没用，武器的射程要刚好覆盖对手的核心优势区才叫致命。美军航母的战斗群作战半径刚好是800至1000公里，这是它的黄金打击圈，能放飞舰载机，又能躲在防御圈里安全输出。鹰击导弹1000至1500公里的射程，精准卡在这个区域间。你航母敢开到第一岛链内，我在你防御圈外发射，你打不到我，我却能打到你。这就叫打蛇打7寸，不跟你比航母大小、舰载机多少，直接废掉你核心优势。反常识三威力不是越大越好，灌顶攻击专打航母死穴。很多人以为导弹战斗部越大越狠，错了。航母最厚的地方是侧面装甲，最薄的是甲板跟弹药舱，厚度只有几十厘米。鹰击导弹独创灌顶式攻击，发射后先爬升至30至50公里高空，再以近乎垂直的90度角俯冲而下，专打航母最薄弱的甲板，加上10马赫速度带来的恐怖动能，相当于10吨重的钢块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砸下来，再搭配高爆战斗部，一枚瘫痪万吨级驱逐舰，2枚直接击穿航母甲板，引爆弹药舱，让航母彻底失去战斗力。它不跟你硬拼装甲厚度，直接精准打击弱点，一击致命。这才是最高级的杀伤智慧。总结下来，鹰击导弹不是更强的导弹，是专为废掉航母而生的规则破坏者。它的每一个参数，每一种设计，都是精准针对西方航母的命门。你靠速度威慑，我比你更快；你靠射程圈地，我直接跨圈打你；你靠装甲防御，我专打你最薄弱的地方。这种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思路，正是孙子兵法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千年智慧，在现代武器上的完美落地。光有导弹还不够，发射平台才是关键。055万吨大驱为何被西方称为全球火力最强的战舰？它跟鹰击导弹的组合又藏着什么玄机？055大驱112个垂发单元，海上移动弹药库。055大驱排水量1.2万吨，配备122个大型通用垂发单元。什么概念？能同时搭载鹰击反舰导弹、红旗防空导弹、鱼叉反潜导弹、对陆巡航导弹。单独巡航时是移动的海上导弹堡垒，编入航母编队时是顶级的带刀护卫。更关键是055能全球航行，随时出现在任何海域。这次在吕宋岛以东海域试射，就是告诉美军，你的第一岛链不是安全区，我的055能随时出现在你们家门口，随时发射鹰击导弹。西方兵推模拟一艘055大驱一次性齐射24枚鹰击导弹，能对一支美军航母战斗群形成饱和式打击。24枚导弹从不同方向、不同高度，以10马赫速度俯冲。美军宙斯盾系统最多同时拦截12枚亚音速导弹，面对24枚1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，拦截率几乎为0。这就是双拳难敌4手。航母怕饱和打击，以前美军靠航母1对1的威慑，现在咱们直接一艘055干翻一支航母编队。这种实力碾压让西方彻底绝望。很多人问，官方没承认，为啥外媒都实锤？答案很简单，这种事儿不用官宣，行动就是最好的语言。司马法有语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咱们不惹事儿，但绝不怕事儿。美菲日在家门口军演，妄图围堵中国，咱们直接用055加鹰击的硬核实力告诉他们，第一岛链不是你封锁我的铁链，是我封锁你的前沿。美军航母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是我射程之内的活靶子。这片海洋不是西方说了算，是实力说了算，是中国说了算。聊到这儿，很多人会问，咱们的武器为啥总能精准拿捏西方的弱点？答案因为咱们的武器研发思路一直传承着中国的兵家智慧，不硬拼，讲谋略，善出奇，能制胜。聊了这么多，核心问题来了，航母时代真的要终结了吗？中国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航母不会消失，但航母霸权已经彻底终结。未来航母依然会存在，但再也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海上堡垒，而是高价值但脆弱的目标。美军航母再也不敢随便靠近第一岛链，
再也不敢肆意在西太平洋横行霸道，因为面对中国的方案，构建了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加055大驱加远程轰炸机的立体反舰网络。咱们的解决方案不是造更多航母跟美国硬拼，而是走非对称作战路线，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反舰打击体系。海基055、02D 驱逐舰搭载鹰击导弹，全球巡航随时打击；空机轰6K、轰20轰炸机搭载空射版鹰击导弹，千里奔袭，防不胜防；陆基东风21D、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，从陆地发射，覆盖整个西太平洋。这套网络让第一岛链内的所有西方航母都成了活靶子，你敢来就敢打，你敢挑衅就敢让你有来无回。最终的结局呢？海洋规则被重写，中国掌握西太平洋话语权。100年前，西方靠坚船利炮制定了弱肉强食的海洋规则；100年之后中国靠鹰击高超音速导弹055万吨大驱打破了西方的霸权，重写了海洋的规则。100年前海是冷的，冷在谁的炮更大，谁就有理；冷在谁的船更硬，谁就能写规则。那时候的海不讲道理，只讲分量。可历史这东西很怪，它一边重复一边翻脸。你以为规则稳如磐石，它偏偏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就裂开。就像今天，航母还在，舰队还在，旗帜也还在，可有些东西已经不在了。不在的不是钢铁，是不在绝对的安全感。孙子兵法讲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。真正的强从来不是把对手打沉，而是让对手在出发之前就开始犹豫。当一艘航母开始绕开某片海域，当一场军演开始计算距离边界，当能不能来变成了敢不敢来，那一刻你不用开火，局已经赢了一半。所以你现在在问我，航母时代结束了吗？我不急着回答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它还在航行，但它已经开始学会低头。这片海还是那片海，浪没有变，风没有变，变的是谁在心里打鼓，谁在桌上落子。你以为你在围别人，或许你已经在别人的网里；你以为你在秀肌肉，也许你已经被人标记。道德经说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真正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最重的铁，而是看不见的事。所以鹰击也好，055也罢，他们不是答案，他们只是告诉你规则可以被改写。世上最锋利的不是导弹，也不是航母，而是让对方改变决策的那一刻。当对手开始犹豫，当路线开始绕行，当距离开始重新计算，你就该明白，这片海已经不再是谁的后花园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。但有一点8九不离十，海上的风向已经换了，不是浪在变，是下棋的人换了手。我是不爱放打扰，下期再见。